萧炎心中一震，他似乎感受到了小龙尊主那股造化神力的召唤，更是对造化神力的渴望愈发的浓烈起来。因为一旦获得造化神力，那么自身也将站在大道之上，登临造化之境。届时，即便是在神界域世界中，都属于一等一的神灵大能者。不仅是萧炎、盘龙两位神殿殿主，以及115妖苏佑威和小龙与韩吞吞他们，对这那大道之上的造化力量感到既敬畏又渴望。他们知道，要想真正掌握这股力量，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但这一刻，他们已经下定决心，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，他们都要追寻超越大道之上的造化之境领域。就在众人对造化神力的向往时，不远处的小龙尊主的尊身屹立在虚空，目光穿透虚空，看向已经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灭神副府主，全身爆发出一股惊天动地的能量波动，仿佛要将这里的天地给撕裂。他高举右手，一道璀璨的造化能量横扫天际，其威力之大，让空间都发出剧烈的颤抖。敌古圣魔尊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小龙尊主的声音如同雷霆般炸响，传遍了每一处的角落。旋即，小龙尊主的造化神力如同破晓的曙光，冲破重重黑暗，在这片混沌的世界中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。随着他手掌的舒展，乾坤为之震动，仿佛天地都被这股力量踩在脚下。原本混沌一片的空间开始裂变，仿若创造之神以巨斧劈开苍穹，露出了山川河流的壮丽景象。巍峨的山脉如巨兽般崛起，江河湖海在其中蜿蜒流淌，水波粼粼，反射着虚幻而美丽的光泽。天边云霞翻滚，霞光万道，照亮了大地，也映照出小龙尊主那平静而坚定的面容。他的目光如同深邃的星辰，穿透云层，直视远方。灭神副府主站在这一片新生的世界中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与无力。即便他催动体内的魔力，都仿佛被这个新世界的规则所压制了一般。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恐惧，但更多的是不甘。这才是真正的造化神力吗？引动天地造化之法，果真恐怖玄奥。看来如今的我面对一位货真价实的造化主神，还是无法撼动其分毫啊！这一次要不是府主大人给予那一缕能量体给我，恐怕我现在早已经被刚刚的一道造化攻势击杀。灭神副府主知道自己的处境几乎已无望，但内心的倔强让他选择了最后的挣扎，不然刚刚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。就算是死，也要拼到魔神大人的降临。灭神副府主咽了一下喉咙，咬紧牙关。第二魔技，灭神魔之刃。灭神副府主的手掌心突然爆发出了幽黑色的光芒，那是他最后的全力，恐怖一击，魔气弥漫，与四周的造化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仿佛两股强大的力量再次交织碰撞。下一秒，灭神副府主的正前方虚空中，魔之刃在虚空中凝聚成型，蕴含着无尽的毁灭之意，足以撕裂虚空，斩灭万物众神。魔之刃缓缓旋转，发出刺耳的魔笑声，仿佛在宣告死亡的来临。灭神副府主此刻也不再惧怕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击已经决定双方的生死，确切来说是他的生死。最终朝着小龙尊主狠狠地洞穿轰去。随着巨大的魔之刃袭来，这片新世界的天地间，一股强大的规则之法突然降临，直接将那巨大的魔之刃给瞬间笼罩而下。然而在规则之法的作用下，魔之刃的力量似乎被压制而下，它的光芒暗淡了几分，同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压迫感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静止了下来。小龙尊主深吸一口气，身体瞬间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，仿佛一只尊龙在咆哮。造化分化法。突然，整个新世界中的规则之法彻底爆发，一股强大的波动冲击着那巨大的灭神魔之刃。尊龙的咆哮声震撼天地，仿佛是古老传说中的神兽复苏。他的声音中蕴含着无穷的玄奥力量，正对着魔之刃那散发出来的毁灭气息迎去。轰隆，一道巨大的声音响彻云霄，震动着整个天地。在这场激烈的决战中，两股强大的力量再次交织碰撞，仿佛两个世界再次碰撞。双方的身影在虚空中忽隐忽现，仿佛已经超脱了生死的束缚一般。在那处战场中，魔之刃如同一道邪恶的闪电，其刃间带着死亡的气息，与造化分化法不断的对碰。那是一种玄奥无比的力量，以无形之态抵御着灭神魔之刃的破坏。在造化分化法的光芒下，魔之刃上的裂缝浮现并迅速蔓延，仿佛下一刻就会化为尘埃。见此，灭神副府主的目光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与恐惧。他曾以为自己最强大的魔之刃能够抵御住对方力量的一点，然而此刻他只感受到深深的绝望。